那今天的题目是这一年内，就是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之内，能买房吗？那选项就是面前这4张牌，那就是1、2、3、4。那如果说是需要更多时间选择的人，就可以按暂停一下。顺便也说明一下，这4张牌代表的意义就是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然后再针对可以或不可以再去问相应的问题。像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后续就是看对房子的满意度啊，然后可能买房完以后的经济状况啊，然后买房后的生活品质，像身心灵方面啊如何。那如果不行的话，就可能看原因可能比较出在哪里，也是抽3张牌，就可能大环境啊，或者说自身的经济状况啊，或者说就是自己看过的那些房子的状态啊，这样也是抽3张。好，那先看一下第一组。圣杯2正位，算是一张好牌，所以就是偏是有机会的哦。那这样的话，就来抽说，那可能你买到的房子，可能住进去之后，对房子的评价如何？然后还有你自己的买房后的经济状况，买房后的身心灵状态，各抽一张。那你对房子的满意度，好像我觉得你在住进这个房子之前，或许对这个房子就是有很多美好的想象或者是规划，甚至你可能，是有打算要自己再整修或装潢，再重新整理，然后所以就是对房子其实是有很多美好的想象，说以后住进去以后，这个地方可能要干嘛，那个地方可能要干嘛。但是到最后的成品，你实际住进去的感觉，可能跟预想的不一样。也许就是像影片，就有的人会分享说什么后悔的装潢，也许就是会有一些那样让你感到，原先以为会很好，但结果没有很好的部分，可能会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那经济状况的话，就有可能，你本来有可能是有室友的，或者说本来是住在一起的，然后因为它是一张怀念，就是它是一张怀念过去的牌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放在经济状况的话，可能是你以前是有室友，或者说有家人，
所以经济负担可能就相对来说没有就是自己这样搬出来住要来的重。就是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点怀念，就是以前有人一起分担，或者说以前有人一起住，可能比较热闹的状况，就是经济负担是有人一起。不过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这一格主要是问经济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主要就是还是觉得说，哦，以前有人分担还是比较轻松一点啊，现在自己一个人付的话，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一点。那你自己私底下身心灵的状态，我觉得也许说，你为了买这个房子哦，就是在还没有买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做了一些比较投机取巧或者是专营的方式，为此来想要更快的累积钱财。那就是哦，现在总算买了房子，我觉得你有比较放松了，就可以不用再做这种风险比较大的可能投资啊，或者说把自己逼到比较极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不用这样，就可以比较做一些比较坦然的事情，就不用这样投机专营了。对啊，所以整体来说，就还是嗯，就可能会稍微怀念哦，有人一起住，然后有人可以一起分担，房子的支出。但是毕竟就是不用像先前那样那么拼命的，就是存头期款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投机的项目就可以不用再做了。只是说可能一些房子的规划跟设计，也许可以再深思熟虑一点啊，可能在这方面比较会不如预期。这样，好，那第一组就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那第二组权杖四的逆位，我觉得是偏否定的，所以可能这一年内是比较没有机会买房了。那就稍微看一下你所处的大环境的状况，以及说你的经济状况，还有说你可能遇到的房子啊，你可能看房的心得啊之类的，看看到底是有遇到你喜欢的房子，还是没有遇到你喜欢的房子。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遇到喜欢的房子，才没有买。或者应该说是方方面面都符合你条件。当然，钱多到一个地步的话，怎么样的房子应该都还可以。我是觉得买房有的时候也要看缘分，可能你想要的那个地区啊，或者你想要的那一栋大楼啊，有没有人释出，有时候也是要看机缘。
我觉得你所处的环境，可能你是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哦，或者说是要一些新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也不太是能够买房的状态，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工作、事业或金钱上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可能也是要忙着转换跑道，或者是创业，或者说新的合作。我觉得你所处的环境是你可能是没有办法静下来，就是处理其他事情的。你可能目前还是要比较专注在工作跟赚钱上。因为是你的经济状况的话，权杖六的逆位，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你之前的合作对象或有来往的人，就是渐渐的都可能离你而去，就可能对你最近的表现不满意或者失望，所以可能渐渐的离你而去。所以说，你所处的环境就是可能目前你所处的环境对你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友善的，所以你可能就是有面临一些挑战，要寻求突破跟改变，所以可能也不太适合，也不是适合买房的状态。可能要更花多一点的心思在这上面，也许是你要转换一种经营模式或跟人联系的模式，跟人合作的模式，这方面就是会遇到蛮大的挑战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能也没有遇到说哦，真的非常吸引你的房子。我觉得恶魔牌正位的话，就是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逆位的话，就代表说，哦，你可能没有遇到让你觉得说，哦，我不管怎样也一定要买的房子，好像没有遇到那样让你一见钟情的房子。所以整体来上，好像跟房子的缘分还有经济状况，好像都还不是时机。那第二组牌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第三组，第三组的话有一点微妙诶，就我觉得算是不太明确的 yes。毕竟，我是觉得宝剑十的话啦，如果说它是正位的话，就是算是说，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最后可能被背刺、被背叛，然后还是失败了。就是说你很努力，结果还是失败。所以比起我觉得宝剑十正位跟逆位的话，逆位比正位好一些。但是它确实也不能够说是一个大好牌了啊，算是微妙的 yes。就是你可能就是要跨过很多的困难、磨砺跟障碍，然后最后才能得偿所愿。就应该说，你要通过了这些障碍后，有从这些障碍中汲取教训，然后成长以后，最后才能成功。应该是这样讲。是一张要非常非常辛苦才可以的牌，算是微妙的 yes。所以我们就抽对房子的满意度、买房后的经济状况跟身心灵状态。
我觉得第二组牌的人，其实你本身的经济状况应该是很好的耶，所以你对房子，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你就是完全为了自己快乐，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买的房子，因为你的经济状况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你自己可能也很满意，是很富足的。然后前毕业，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因为就是比较着重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及可能呃着重在可能交易的平衡，或者说两件都是关于资源的事情上面的衡量、平衡、协调，然后可能着重在这些事情上，然后会忽略了经营生活跟快乐，有一点点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不是因为现实利益考量而买的这个房，你就纯粹是为了自己快乐，就是买了这个房你觉得开心，然后你就买了。然后，但是你的经济状况也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你就是很会赚钱，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你自己独特的投资方法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可能对投资是，因为我觉得保健期虽然这里是讲你的生活状态啊，但我觉得可能是说你有比较快的来钱的方式，然后是比较偏门的，就不是说是那种正职的工作，所以有可能是你有独特的斜杠方式，或不然就是你有独特的投资方式，或者说你在就是在投资方面，也许有自己独特的心得，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就是能够让你比较快速的，就是能够赚到钱，所以你的钱是很充沛的。然后你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自己开心，那实际上可能也是住起来也是蛮开心的。好，那第三组牌就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第四组，第四组很难说是 yes 还是 no 耶，也是一个比较偏很难讲是 yes 或 no 的牌，因为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休息状态。我觉得它最主要的意思是表明说，在一个休息的状态，暂时休息的状态。可是它确实也不是安心的休息，它其实是稍微把难题放到一边去的休息状态。如果说跟逆位比起来的话，我可能觉得正位比较偏否。如果硬要说的话，虽然我觉得它不是一张代表好或坏的牌了，主要是代表说暂时休息一下。但如果硬要说的话，偏 no。因为如果逆位的话，我会比较把它理解为从休息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然后重新要展开什么事情，做些什么事。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当然我觉得休息不是坏事啊，所以我就说它不是一张明显好坏的牌，只是硬要说就偏 no。所以就抽一下，可能你所处的环境，然后你的经济状况，然后还有你看房子的一些心得，是不是有看到自己喜欢的房子？这样就抽3张牌。
对，上一个是微妙的 yes， 这个是微妙的 no。不过其实第一张牌主要就是表达 yes 或 no 啦，因为上一张牌虽然是微妙的 yes， 但看起来状况都很不错啊。你的经济状况跟所处的环境的话，我觉得，你其实是有想要多创造一点不同的收入来源的。就是也许说本职的工作，也许还不能够让你满意，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多创造一点不同的收入来源。也许投资啊，或者说斜杠一下啊。或者就是经营一些副业啊，其实就是斜杠啦。投资项目也是很多嘛，斜杠的方式也是很多，副业也可能不止一个啊。我是觉得你是处于一个想要有多种不同经济来源的状态，但是可是这个发展并没有很顺利。而且你可能是有想法的，但是你的这些想法可能就是会受到打压哦。可能也许周围的人不支持你，或者说周围给你的意见可能都是劝你可能不要这么做。也许就觉得哦，你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想东想西这样子？可能就是压抑你的这一些可能比较新颖、新鲜的想法，这样。然后，所以你想要创造的这些额外的收入来源，可能就进展的不是很顺利。然后我觉得，同时你可能看房子也，我觉得也还没有出现。因为战车牌应该是要前进很快很快出现嘛，所以我觉得要等到你想要的房子，可能也是需要在一段时间的。它可能就是还在路上，然后还在，而且是受阻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算1年过后，可能也还要一段时间，你才会真的遇到说哦，你就是它了，你很想买它的房子。好，那这一组就这样。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结束。